OK， 我们今天呢再录制一个我们整套交易系统它的一个逻辑以及步骤。那我们呢把交易的整套逻辑呢分成了16个点。那么我觉得完成这16个点，那基本上就可以把整套交易玩明白。那么其他的问题呢，这都是交易方法。那么主要的问题还是风险管控这一块。那风险管控做得好与不好，就决定你在这个市场上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做到稳定盈利。那么还是那句话，在交易市场呢是一个风险对收益的一个市场，它呢主要的逻辑呢是未来的事情永远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么你的止损你亏多少钱你是可以确定的，但你赚多少钱永远不能确定。所以说呢，风控是所有人的第一步。那如果风控做得不好再好的方法，再牛的交易系统，再牛的交易方法都没有用。那么你的问题并不在交易的方法上。如果你出现大亏，那肯定不是交易方法的问题，那一定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风控问题。OK， 那么我们还讲过我们在前面的视频当中我们也提到我们的交易结果只有3种：小亏、小赚、大赚。如果出现大亏，那问题不在交易方法刚刚我们也讲。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呢还是来详细以及完善的讲我们整个16个步骤是如何来的。首先呢，我们用了一个指标叫维嘎尔通道。那维嘎尔通道呢是由移动平滑平均线，然后 EMI 12、144、169、576、676，然后5条均线组成。那么 EMI 12呢，它主要的作用是过滤线，那过滤真假信号的一个作用。那144与169它形成的一个隧道这个隧道呢，我们称为中短线的一个通道。那么它也是入场的凭证。那么576和676呢，我们大多数不用。那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用于来确定方向。那比如说当下的以太坊的图表，那么144在169的上面，然后576在676的上面，那么而且呢是一个什么同方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它就是维持一个多头。所谓的趋势指标的意思呢，就是以趋势为主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它是我们的交易扶手。那么我们主要呢以它来做入场的一些凭证。那我们交易的核心呢，还有一个问题它主要是因为 Vegas 它是一个指标它就存在滞后性。所以说我们来减少Vegas 它本身产生的缺点，所以说增加了市场的本质，也就是说裸 K， 大家常说的裸 K， 研究 K 线本身，那么研究的是市场结构。那么在前面的视频当中，我们也讲过市场的方向是由结构决定的，结构的改变那就是决定方向的改变。所以说我们研究 K 线本身，研究结构。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就以以太坊的为例，然后来诠释和解说我们整套交易系统的逻辑我们首先判断方向，方向呢主要是以大的周期，比如说周线、月线、3日线、日线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然后去评判它的一个方向。那方向如何评判？首先高低点不断的抬升这是低点不断的抬升，也就是所谓的趋势线，画一个趋势线。那么高低点不断的抬升呢，就证明它是多头。那高低点不断的抬升，证明是多头；高低点不断的下降，我们证明是空头。那所以说，我们从周线的图表当中，我们看到的整个方向是多头。那定了方向，定结构。首先，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 W 底的一个结构。OK， 这是一个多头的反转结构。那这儿还有一个中继结构，也就是类杯柄结构。那么两段结构都是多头。那么以周线目前为止来看，那方向是多头，有
多头结构的支撑，那我们接下来的所有操作都是以多为主，放弃空头。那么做交易呢，你需要去放掉一部分的利润。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空不做空，顺势而为。那么如果在空头当中是看多不做多，顺势而为。OK， 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啊。那首先我们呢以斐波那契去确定它的多头扩展目标区。那你会发现，双底结构的低减持目标区落在 1.272 到 1.382， 对吧？它是一个双底，一个反转结构。往往呢，我们说反转结构呢，它是等值涨幅，什么意思？也就是双底的颈线位到斐波那契1到0的位置，也就是1到2的位置，等值涨幅，甚至超过这个点。那所以说呢，未来以太坊的目标会看到2到 2.618， 也就是3182.66到3894.55。那么这是第一量多头结构。那第二量多头结构，那么就来源于这个杯柄的类杯柄结构。类杯柄结构的理想目标区也是落在2到 2.618， 也就是2925到3406.21。 OK， 那我们讲到这儿，我们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叫支主互换。那我们的封面上面会标注的非常清楚，支主互换。那支主互换以前这个 1.272 到 1.382 它是一个支撑主力，那么还有颈线位，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双底的颈线，这儿是一个杯柄的颈线。那么你会发现啊，我们的交易系统是在买区找买点，卖区找卖点，永远是在这个区域去操作，其他的区域我们不操作的。那你看颈线的位置，我们定义为一个多头的买区，我们定义是买区啊。那我们以蓝色的框框来标注它。那么你会发现啊，在整段行情演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也就是当行情走到 1.272 到 1.382 以后，它是回到了杯柄与周线杯柄结构和周线的反转双底结构的两个买区之间，然后形成了多头的延续。那这其中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啊，我们首先在周线当中找到了买区和卖区。那你看支主互换的原理，也就是被突破以后，那么它就有支撑作用。那么你还会把整个线拉长以后，你还会发现一个点，这是高低点重叠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支撑非常强的地方。那首先我们找到第一个，在这儿是一个买区，这儿是一个买区。那么我们回到日线的图表当中，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整段日线当中唯一一次破了拐点的地方，那你看用到了拐点理论。那什么是拐点理论？你看从日线级别的本段上涨回调上涨回调上涨，你看这儿破了高点，对吗？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波段。那完整的波段什么时候被破了？那破了拐点以后，代不代表行情要走空了？不代表，可能演变成更大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逻辑。那你看拐点破，结构就发生了改变，也就是从这儿，然后演变成了上涨回调破高点破高点破前方这个高点以后呢，那么我们还有一句话呢，就是拐点破，机构订单买区出，机构订单出，然后这儿有拐点的破位，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你看这是拐点的这个地方，那形成了机构订单买区，我们换一个颜色去标注它。那么这个机构订单买区恰好呢又和颈线的买区形成重叠，你看两个条件。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段上涨，你拉一个完整波段的上涨，我们说抓回踩、抓回调、抓反弹，我们都是以斐波那契去定义的。那斐波那契是黄金分割比例，然后演变过来的一个东西。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很多黄金分割比例，比如说
螺丝、人体的五官，对吧？都是黄金分割比例。那你会发现啊，在黄金分割比例里面，0.618到0.382、0.5这个区是最有效的。那最有效的是0.382。你会发现啊，这是一个整段完整日线波段的一个回调。那么这个回调的这个位置呢，又是一个日线的回调买区。OK， 我们换一个颜色去标注它，我们这就是一个日线买区。OK， 那日线的买区和机构订单买区以及颈线位的买区形成三重重叠。OK， 那符合左侧博弈的逻辑。那么在这儿做多非常合理。那做多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我们说拐点破机构订单出，然后高点破扩展出，也就是高点被破以后呢，那么它的目标区就发生了变化。你还会发现在12小时，那你看有12小时的 Vega 通道的，看到没 ？Vega 通道的一个重叠，你看这儿又有了新增的一个买点的什么加持。那首先机构订单源买区加上日线回调买区加上颈线位的买区 ，OK， 四重标准完全符合左侧交易的逻辑。那么这儿的交易逻辑有3个点。第一，从这一段12小时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空头结构，上方有一段空头结构。那你会发现本段日线级别的第一减持位应该落在1.272到1.382、2704.9到2807.59。你看，完完整整的给到以后，在这儿形成反应。那么，并且呢，顺势往上走，给到了第二个区域形成了阻力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本段多头回踩的是0.618，给到目标1.618就有所反应。那你还会发现一点，在本段上涨过程当中，然后这儿有空头结构的支撑，这儿也有空头结构的支撑。我们以空头结构去拉一个反向的斐波那契，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看它回踩的是0.5，给到了理想目标区2。那么这个2到2.618的区域是一个空头结构的目标区，同时它也是一个买区。那么你看，空头完全给到位，然后呢，又和被验证过的12小时的 Vega 通道形成重叠，可不可以做？完全可以做。然后在买区，而且还在买区附近形成的买点，那么完全符合逻辑。OK， 那这就是整套交易系统它的一个运用。那么这里面运用到了什么 Vegas 我们的交易扶手，然后结构的演变。那结构怎么演变的？那上方按照目前为止的一个多头结构来看，那上方是有目标的，那目前为止是不能做空的。从大周期、小周期上方都有目标，没有跑完，所以说维持做多是非常合理的，谨慎做空。我们在 TV 也好，还是哔哩哔哩，然后以及油管，我们的同步视频在前两天推送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谨慎去追空，不要做空，尽量找买点做多。那你还会发现一个问题，昨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视频当中提醒大家，昨天中午12点左右，我们提醒大家1小时出现了通道的买点。你看，当时这个地方你看，以单纯的这一个新的一个结构来看，是它的目标，第一目标1.272到1.382，你看以前是阻力，现在变成支撑。我们以蓝色的框框来标注它。你看，这是一个买区，那在买区形成了什么？形成了买点，1小时的 Vega 通道。然后回到1小时的 Vega 通道形成收高，然后延续了多头。我们说博弈高点破，也就是前方的$3040左右，高点破去博弈更大的周期3123。那你看精准的给到，那为什么这么精准？胜率为什么这么高？
然后盈亏比为什么这么优秀？那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整套交易系统，我们按照整个交易系统的步骤去操作的，我们按照每一个步骤严格去做。你看，我们以 VR 通道交易法指标作为交易扶手。二、基础结构，那方向的定义之多头与空头的判断，那拐点理论与颈线位的识别，机构订单原理，反转结构，中继结构。那什么是反转结构？那就是一旦行情当中，比如说下跌行情，那我们以比特币为例啊，那以当前的比特币来看啊，我们打开周线的图表，你会发现整段行情是一个完整的下跌波段，什么时候反转？那也就是拐点破，什么意思？结构发生了改变呀，对吧？你看，结构发生了改变。那你说，如果你是空头要延续，你不可能破前方的高点，前高是不能破的。为什么？因为整个空头的逻辑是什么？下跌反弹，下跌破低点啊，不破高点，再反弹不破高点，破低点，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上涨的逻辑是一样的，上涨回调不破低点，破高点，然后继续涨，再上涨，对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你看，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会发现周线的图表当中，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看它到这儿，它并且呢，在小周期当中，你会发现这儿有形成反转结构，有多头的结构。那我们刚刚定义的话，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这儿也是上方头肩顶部反转结构啊，同样头肩顶部的目标区。你看，它给到的是二的位置，基本上是精准的给到。那你看目标跑完了，空头的目标跑完，然后这儿就有反弹的作用，这就有反弹的作用。我们先不说反转，那你最少是有反弹的效果的，因为目标跑完了，它要不它就演变更大的多头，更大的空头，那就是反弹继续破低点的多头。但是你破了前高，那么这个点是影响破前方这个低点的点，它叫拐点。那么这个点叫颈线。所以说我们对于空头结构的话，你看下跌反弹破低点，你看这儿还有一个小的空头结构。那你会发现每一段结构它的演变都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单纯的研究最近的这一段空头结构，你看，首先它也是回踩的是0.38，它给到的第一目标区1.272到1.38形成了反弹，然后给到第二目标区1.5形成了反弹。你看，它恰好落在什么？落在什么目标区？这个目标区，并且还是上方的头肩顶部结构的一个2的位置，那这形成反弹非常合理，非常合理。OK， 那你形成反弹可以，但是你就不能破这个前高。你一旦破了，我就代表你空头不想跌了，那不想跌就想涨嘛。那你看破高，然后继续涨，然后回踩，那你就会发现啊，在这个区域里面形成了什么？形成了反转结构，头肩底部结构。OK， 那你发现了头肩底部结构，我们就有新的扩展目标区出来。你看颈线的位置作为1，低点作为0，然后拉一个斐波那契。你看回踩的是0.5，目标1.5，1.272到1.5，理想目标区2到2.618。OK， 那你看给到1.272到1.382形成了阻力，然后回落，有回落的表现。那回到颈线以后，你看它又继续把本段多头延续完成。那在延续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潜在的空头结构。为什么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非常简单，我们先切掉一部分 K 线给大家看一下。稍等 ，OK， 我们切掉 K 线，你会发现有个潜在的头肩顶部结构，因为它这儿有破低的动作，你看破拐点，周线的整段多头就断掉了。你看这一段多头上涨回调，上涨
回调上涨，你看这儿破拐点，那么说破拐点，那形成了机构订单买区，对吗？这儿有反弹的作用。OK， 那有反弹的作用，那什么时候啊？怎样去操作？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下，你如何操作 ？OK， 很简单啊。那么先把这根线去掉啊。那么这个点24394.74，这个点如果破，那反弹就做空，那头肩顶部结构就成立了。那第二个逻辑就是拐点破。我们说拐点破、高点破，30214.75一旦破位，那前方的这个高点就会破掉。那如果你是一个保守派，你可以等高点破了，那么你再去回踩，再参与。那么高点破扩展出，那整段结构就从原来这个结构，然后演变成了什么结构？上涨、回调、继续涨，那扩展目标区就出来了。OK， 那我们就以前方的高点作为1，左侧的低点啊作为0，你看回踩的是0.618，目标看到1.618，1.272到1.382，第二目标1.618。那你会发现在1.618这个位置形成了什么阻力？那我们当时在整个设计当中提醒大家，42000一定要做大部分的减持，理想目标去看到48000到58000。那为什么在这儿会停住的原因是什么？你又会发现问题，对吧？整段多头结构的目标区已经完全跑完。来，我们先以红色的标注，你看这是一个理想目标区完全跑完。那你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前面熊市的波段当中，这个点啊，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拐点位。我们说拐点破机构订单出，那么这儿有机构订单卖区。那么你还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说抓反弹怎么抓？抓一个完整的波段，这是下跌反弹，下跌反弹，这是一个完整的波段，对吗？这儿完整的波段。那我们以这一段波段，然后反向拉一个斐波那契，以低点作为1，高点作为0，然后拉一个反弹，拉一个反弹。那你还会发现啊，0.382是一个绝佳的一个黄金分割线里面绝佳的一个点位，0.382与机构订单卖区重叠，与目标区重叠，又是3重阻力位，可不可以做空？完全可以做空。那么做空你的目标位怎么做？目标位怎么做？好，我们说拉反弹是反向拉回踩，高点作为1，左侧的低点作为0。OK， 我们就找到了当前级别，这一段级别是周线的完整级别。那0.618到0.382是一个潜在的周线买区。OK， 我们就找到了周线的买区。那么这一段是不是就是日线的买区？你可以打开日线图表去观察。那这一段是不是就有完整的日线买区 ？OK， 我们斐波那契调整，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日线的买区。我们当时在设计当中，我们说如果能破40287这个位置啊，那么是最好的。你看，这是一个日线的一个买区，我们延长了。这是周线的买区。那么换一个颜色去标注一下。OK， 那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日线的买区和前方的拐点啊，拐点破，因为本段啊日线当中没有做任何一次回调，并且呢又给到了目标区，形成反转或者回调都是大概率事件。你看拐点在这儿，那么说过拐点破机构订单原理，机构订单出，你看拐点破，这儿有机构订单买区和日线的买区形成重叠，你看完美的在这儿重叠了。那你在小周期当中去会发现这儿有
Vegas 通道的重叠。那我们找到买区，那么要找买点。你看，我们说在这儿形成反弹非常合理，那么最开始定位的是反弹。那什么时候目标有所改变？是前方的高点破。我们说高点破扩展出 ，OK， 我把 K 线放出来，你会发现，直至高点破了以后，它是做的是什么？那本段我们研究的应该是研究的是什么？日线。那因为它是回到了日线的买区，形成了多头的延续。所以说，我们把整个图表清空，你会发现啊，它是按照日线级别的一个多头去延续的，那么日线的扩展目标区就出来了。那我们说最好的买区在颈线位，那这是一个买区，对吧？那它的目标要做空在哪个地方？卖区，那最少要到55000，5万到58000，也就是给到55000到58000再去找卖点。那我们这儿还有一句话是什么？那如果在卖区出现买点，做不做？从理论上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不做，为什么？我们只会在买区内找买点做。那在买区内出现卖点，要不要做？不做。所以说，这样才是长久下去增加你的胜率和盈亏比的唯一一个方法。在整个交易市场，尤其在加密市场，全天24小时，1年365天都可以去参与交易的，永远不可能让你错过行情，没有上车的机会。我们要严格做交易计划，严格的对待自己。在整个交易市场当中，你的本金、你的资金、你的仓位，它就是你的兵，你是一个步兵打仗的将领。那如何去步你兵非常重要。那我们给到了步兵的方法和战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完整的一套交易系统，它所产生的表现。那么我们下来要在什么地方买？我们一定在最好的买区落在颈线。那往往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次的回踩是 0.618， 那么我们的目标看到 1.618， 对吧？第一目标位 1.272 到 1.38， 第二目标位 1.618， 第三理想目标区2到 2.618， 也就是73555.26到88745.86。那上方有目标，有大结构的大周期的多头结构支撑，方向是多头，那么肯定是维持做多。那在没有出现明显的反转结构支撑做空的条件下，我们是永远不会做空的本段时间。那么这儿要借用一个投资大师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也就是吉西令夫莫尔说的，那么趋势一旦形成，很难被改变。做投资也好，做交易也好，我们要万分的小心，对吧？这个市场呢是只有10%不到的人赚钱，赚90%的人的钱。这个市场本来就是一个撮合式交易的一个市场，第二次财富分配的地方，你赚的钱永远是别人亏的。那你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你的心态、交易心态、交易方法，你的风控做得不好，那亏钱的是你自己，赚钱的就是别人。这个市场不能以主观的思维去考虑，而要客观。什么是客观？也就是该止损就止损，一定要风控，你不能瞎搞、乱搞，对吧？昨天我们还在视频当中提到，你看比特币有2小时的一个买点。那为什么昨天我们建议大家比特币要少参与，而参与以太坊的原因是因为以太坊是回到的是买区形成的买点，而比特币在中午流的位置，没在买区。你看，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他昨天踩的是2小时的Vegas通道。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去参与右手，为什么参与右手？
右侧交易就是确认、确定的，而左侧交易需要多次验证，最少你的小周期最少有3个条件去验证。那是否之前摸过 Vega 通道延续的多头，对吧？这就是它的交易逻辑。所以说我们整套交易非常简单。那么回到我们的交易系统啊，我们就通过这16个步骤，把整套交易诠释的非常明白，也是解释了整个市场它的一个本质。市场的本质就是裸 K， 裸 K 是什么东西？它是真金白银，它是钱。纵使机构怎么操盘，怎么玩，在整个 K 线当中，它都会留下痕迹。那我们再找到这些痕迹，做交易它不是统计学，未来的市场一定是混沌无序，而做错永远是你自己的错，市场永远是对的，要学会敬畏市场。我们今天讲这么多，前面我们也录制了整个交易系统的一些思路，但我会发现呢，在整个事情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啊没办法做到严格的管控自己。所以说今天呢，新增一个视频，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让大家明白整个交易逻辑以及我们整套交易系统的逻辑，讲明白这一点，然后呢，说明白这个观点的主要原因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整个市场当中活下来。OK， 那今天的所有视频就到这儿啊。晚点我会出今天对整个市场的行情，比特币和以太坊以及有好的标的的一些看法。那么行情分析当中，我们会在今天晚上之前会上传到哔哩哔哩还有油管。谢谢大家啊。